小快进级了，所以下面要派出盾团队。盾团队要派出的这个演员呢，特别有特点，小火慢炖型，所以听他的脱口秀，你需要沉下心来，慢慢的听他好好讲一讲他对这个世界的小情绪。掌声欢迎孙书恒。大家好，我叫孙书恒，然后我今年28岁。28岁是什么体验呢？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27、8、9这3个年纪的朋友啊？就谢谢。就这3个年纪，你还是年轻人，但你没有那么年轻了。你年轻的时间有限了，你年轻到头了，你懂吗？就是28算不算年轻？绝对算年轻。但是28那种年轻，他跟18那种年轻，他不是一个年轻的。前两天别人问我多少岁，我说我28岁，他说哦，还很年轻。你就明显感觉出这是一句客套话。他的眼神里没有恨了。你知道我18的时候，别人问我多少岁，我说我18岁，他说你好年轻啊。嗨，我生怕失去自己的年轻人身份。我每天刷10个小时短视频，但我还是有些网络用语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我还得去查。你们有查过网络用语是什么意思吗？你完了，你开始学习年轻人怎么说话了，但是学了也没用，就是你年纪越大，你能用的网络用语就越少，是吧？像什么家人们大无语事件发生，我最多还能再用3月。再像什么尊嘟假嘟，压根没用过。再像什么我是奶龙，哎呦这。我都羞耻。我勒个兜，我勒个兜，哎呦！我勒个骚缸，咋说出来的呀？这些话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能说出来这样的话呢？到底是在他说在年轻的时候。28什么感觉？就是你不新鲜了，你懂不新鲜吗？就你也不是坏了，但你也并不好，你就是不新鲜了。我记得我新鲜的时候，我18岁的时候，那些网络语刚出来的时候，我那种喷薄而出那种时髦感，说出那些网络语那种新鲜感，有木有？有木有？有。爷青回。我打。时代的眼泪。而且28不是你活到28岁的，18岁是活到18岁的，28是你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28岁了。28不是21、22、23、4、5、6、7这么活的，不是，但是21啊，28了。前两天我看一个电视剧，一个人说他25岁，我还想哇，我应该叫他叫哥。28就是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你不知道咋活了。其实25岁开始我就不知道咋活了，就是好像28、9岁你就做一件事，就等待30岁的到来，你就没有人给你人生意见。我觉得同样的尴尬，34岁的朋友应该也有同样的尴尬，因为明年就要找工作了嘛。我就是年龄焦虑嘛，但我知道在座可能有些30、40岁的，或者说更大年纪的朋友会说，你还在这年龄焦虑上了，你到我们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，就焦虑。就是什么玩意儿？为什么使这个劲啊？你懂吧？一个年纪有一个年纪的焦虑，就是那些30、40岁的朋友，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己不年轻这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刚碰上，我们不是很适应的，我们不是就很多东西一直陪伴你的，就是突然有一天丢了，你再也找不到，精力就没了，精力走了，你也没有精力去追他了，而且。就是肾上腺素也没了，新陈代谢都没了，你刚丢掉这些东西，你不是很适应。但是30、40岁的朋友好像完全不在乎这件事，完全不在乎。两个人喝着酒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什么东西掉了？”没事，肝。
无所谓。为什么说中年油腻？中年油腻，因为代谢不掉。你懂吗？就是他28吃那碗葱油拌面，到了36还没代谢完呢，他代谢不动了，你懂那种感觉吗？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，你就知道了。很多体验都不一样了，谈恋爱就不如20岁、22岁那时候谈恋爱了啊！那时候谈恋爱真是纯爱。20岁、22岁谈恋爱那真是纯的荷尔蒙、纯冲动，天雷勾地火、宝塔镇河，他们就爱，他们不用考虑任何后果，就爱。我讲实话来说，22谈恋爱跟76谈恋爱是差不多的。是吧？不用考虑任何什么结婚、生孩子、买房、买车，没有那个能力。我说的话都是一样的。你前任呢？死了。小火慢炖，炖熟了。爱的太剧烈了。我现在不行，就是28谈恋爱，你得开始过日子了，你得互相迁就、互相忍让了，你得会提供情绪价，你得把马桶盖掀起来了，你得会煮红糖水，因为你确切的知道，就你长这样，年纪大会疼人是你在婚恋市场上仅存的优点。是你，就是你大脑运转的速度跟不上这个科技社会运转的速度了，你能理解吗？就是我记得我20岁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我20岁的时候我大脑能转出火星子来，我都觉得科技发展的太慢了，我觉得科技真有点费劲。我刚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是那种移动互联网大爆发那个年代，啊，这些东西都刚出来，我当时就想，哇，科技会给这个社会造成怎样剧烈的变动呢？网约车，哇，合法的黑车，Mobile OFO， 一个骑不动，一个骑不了。是吧？那时候觉得科技发展的太慢了，现在不行，现在我求科技不要发展了，我真有点累了，我现在，什么脑机接口啊，什么 AI， 我根本都用不上。我现在去打车，连那个后备箱我都不会开。那次出差打车带一堆行李去开那个后备箱，它那个有10000种开的方式，它有的是要敲2下，有的是感应的，有的是有个按钮，我每次都得跟那个后备箱划拳，我说你。怎么才能开？实在开不开，跑到车头那儿问司机，不知道为什么那种特会快车的司机永远不愿意摇窗户，也不愿意下车帮你开，就非得隔着个玻璃跟你喊。想不明白2025年怎么还有这种沟通交流的方式呢？好不容易把行李放上去，走到车门这，车门又不会开了。又得跟那个车门划拳，我说哎呀，你这，我就想科技这不是不是就划拳啊，朋友们？商场的感应水龙头，哎呀你。而且你好不容易坐上去了，你坐那种电车还特别容易晕车，啊，油车不晕，就电车晕，啊，对吧？哎，你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晕车吗？因为你年纪到了，就你懂那种感觉吗？你就什么都不干，你光在这干坐着，就对科技犯恶心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，谢谢你们到来。帅了，这个尾。孙守锁票，通道开启。再次掌声送给孙书恒。孙书恒那个捞回来的时候，其实我这个人心里也很纠结的，就我一想，
你如果第2场还不适应这个舞台又讲砸了，我就想准备了很多歹毒的话要讽刺你。但是今天表现，无论是文本啊、创意啊、创新性啊，还有什么表演，还有那些气口什么，一切都是无懈可击，都为你骄傲，非常非常好。谢谢罗老师，谢谢罗老师。哎，那个钟，你觉得这一轮和上一轮自己的状态是不是有变化？有，因为上一轮大家对我的期待都挺高的，其实我个人不是很擅长在高期待里存活，我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就是环境，社交环境，就是对他挨啊，然后上一集一直说自个儿挨这个啊，对配得感非常低，反正就这样。但是我觉得2次表现都很好啊，真的很好啊。他是吗？你知道是，一定是，就相信自个儿是啊。然后因为有你的地方就是天堂，好吗？然后他一上来，我还其实有点担心，因为他一直挨他，你不能让他炸呀。但是包袱就是硬啊。而且孙书恒特有那种绽放感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前面一个鸟一点，砰，然后一下炸了以后，那一下就已经得到了很多欢呼了。我觉得你有自己那些绝对了不起的地方，就不要在乎这些事儿，你就好好演你自个儿，特别棒啊，特别棒。谢谢。我拍灯主要是因为我年纪也到了。然后他讲的很多梗，其实我觉得在我看来不是梗，它是真实存在过的一些痛点。好像就我28岁的时候，差不多。我确实是在那个工作之后，其实我就一直每天都是工作，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突然到了27、28岁的时候，你会不知道哪一根神经，就那个天线就突然开始思考说，就每个整数就会这样。对，你就开始思考说，我好像除了一些工作的记忆，我人生没有别的东西，我不可以这样。我觉得这样回忆起来，这个人生太无趣了。所以我想去改变，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写了那个歌，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。都得讲岁数是吗？罗老师才53岁，才53啊！我不说话都不合适，因为我55比他大2岁啊。但是，我从来不觉得就是隔代之间是能够就产生什么完全的共情、完全理解，但是。他这段我非常能够共情，因为他讲的28岁不是一个就是生物意义上就是28，不是一个具体的岁数，对，因为每个人你一定会在某个生命的节点上，你感受到他此刻感受到，我就是觉得我身体好像开始衰老了。问题这还不是关键，关键是生活特别不讲道理，我付出青春，你根本就没有给我相同的回报。对。可能这是很多人特别焦虑的一点，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他这段特别好的，就是我一个55岁或者53岁人完全能够共情一个28岁人的地方。是的，我觉得是特别牛的一段表演，特别完美。谢谢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在孙书恒的表演结束之后，他是否能直接晋级？因为我们校友团给出来的是40票满票。孙书恒没有能够直接晋级，那么就意味着毛组现在要派人出来挑战了。开启讲麦倒计时。书恒，你的选择是？张俊吧。好的。大家熟悉俊哥的，因为演出行万里路，加油加油，也尝各地的美食，是，所以今天他特别想和大家聊聊他对食物的理解。掌声欢迎张俊！加油！这好快点！大家好，我是张俊，2楼的朋友，你们好吗？哎，你们好。这几年大家越来越注重饮食这个东西了。然后我前几天在一个追星的帖子下面也看见2个人一直在劝对方吃点好的。可以，哇，一下就开了。我也喜欢吃点好的。我每次去一个地方演出，都会尝一些当地特色，就是那种只有当地有，然后其他地方都没有的菜。但我有一个很复杂的心理，就是我一方面很好奇，但另一方面我又很害怕。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菜大众意义上非常好吃，它一定会流传出去，然后流传到上海这种大城市，然后变成预制菜。但它至少可以流传出来，所以如果这个菜只有当地有，就是我会感觉
比如前几年我刚刚来上海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地方几乎可以吃到全世界各个地方的菜，除了西湖醋鱼。上海没有一条西湖醋鱼，西湖醋鱼可能当年流传过来，第二天又流传回去了。江浙沪包邮是快哈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肯定不是杭州离上海太远了。因为在上海你可以吃到新疆菜、云南菜、深圳菜，也就是海南椰子鸡。新加坡菜、海南鸡饭，海南这个地方有点东西。我前几天落地海口，打开大众点评，排名第一，东北菜。全世界菜到处乱飞，西湖醋鱼静观其变。你在上海也喝不到一杯豆汁儿，一滴都没有。他们要从埃塞俄比亚飞10几个小时把咖啡豆运到上海来，京沪高铁4个小时，没有人送一杯豆汁儿过来。你在怕什么呀？啊，豆汁儿送过来以后臭了吗？当然，你要真的送过来，在路上就被人投诉了。家人们，高铁也打到臭车了。太有意思了。我有些北京的朋友就跟我说，北京最好的豆汁儿就是只有2环的胡同有，其他地方都没有。你听听这话说来的，只有2环的胡同有，其他地方他连2环都走不出来。3环的北京人去2环里面尝了一口豆汁儿，留在这儿。我怀疑北京之前其实只有2环的，后面有那么多环，就是因为豆汁流传不出去，然后其他北京人他不走，那我走。去年的时候去新西兰演出，然后尝了一下新西兰菜，不是特别好吃。他们说新西兰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嘛，所以新西兰菜基本上就是英国菜。我说我知道英国菜很难吃啊，但我没想到它难吃到要用帝国主义殖民逼别人吃。你这也太难吃了！你就是张个嘴的事需要用枪吗？你用点豆瓣酱不就完事了吗？这好吃就不需要殖民了，因为那次我们在新西兰吃的是川菜，没有四川人出去殖民的，没有四川人出去端着火锅烙的数到3，因为7秒就老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怀疑英国人根本就不喜欢英国菜，因为他们老出去殖民，他们感觉也不图啥别的，就是想出去吃点好的。他们都写出来想吃一些东方的美食，所以国旗上写了个大大的米字。他都写出来了，我想吃这个。当然，我觉得你要是就算流传不出去，你保持自己的特点，你也可以流传下来。然后我之前的时候看一个纪录片，他说我去这个地方探访一种濒危美食。什么玩意儿？没有濒危美食，美食是不会濒危的。濒危美食，我上一次看到这么有矛盾感的词组还是旺铺招租。为什么就可以？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段子，它就是那种即使你现场没有笑，然后你晚上洗澡的时候呢，没有濒危美食，你知道吗？美食是不会濒危的，没有人在街上喊救救北京烤鸭吧，没有人在吃北京烤鸭了。你今天禁止全中国所有人吃北京烤鸭，第2天也会有人在街上，我这里有一批新鲜的北京烤鸭。咱们找个小巷子把它卷了怎么样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是警察，逮捕一批制鸭团伙，缴获一批鸦片。这个是吹风机吹头的时候啊。没有濒危美食，你知道吗？但你今天禁止全中国所有人吃西湖醋鱼 ，OK？ 我没问题，你把西湖醋鱼禁了，西湖醋和那条鱼都会感谢你。这是西湖醋鱼。你要有特点，你就不会濒危啊，因为豆汁儿还在，它很特别，它特别难喝，所以它有2批受众。第一批是那种正宗的北京大爷大妈，他们占总人口数特别少的一部分，他们很小众的，
他们比玩那种死亡重金属的还小众一点。另外一批就是我这种游客，豆汁儿能有多难喝呀？能有多难喝？给朋友带一杯。当然我没有成功带上高铁啊，不是因为有人投诉，是过安检的时候他让我喝一口。你总得有点特点才行吧？就算是豆汁儿，它至少健康，它能降火啊什么，它健康。你不能又难吃又不健康嘛？垃圾食品难吃那就是垃圾呀、你总要有一点特点才行吧？这也是今年导演组跟我说的话。俊啊，你总得有点特点才行吧，你知道吧？你不能老是这么冷静的讲那种观察段子，你知道？你不能等到别人回去洗澡的时候才笑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我们现场就要投票了，我们不是在洗澡的时候投票。你要现场就炸，你要炸，你要让观众喜欢看炸，你要上情绪。我说，炸的也不健康。炸的也不做少吃，这营养均衡一点，对吧？什么的，我现在贼烦那些炸的，他每次炸完我头疼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炸完，我现在属于是反炸脱口秀。谢谢大家，我张俊，谢谢。哎，这个太好看了，好好啊！哎呀，有点悬念呐，有悬念，有悬念。可以，相当可以。张俊锁票通道开启，掌声送给张俊。张俊怎么对西湖醋鱼和豆汁儿如此之耿耿于怀？就是很特别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很特别，就别人就会好奇你。我发现这一轮比上一轮脱胎换骨了，终于确实有点不健康的炸，奇怪的炸。塌房了。因为张俊在我心目中一直是特别奇怪的选手。很多年前他第一次登台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这人很帅、很酷，还有那种吊儿郎当的痞劲儿。然后还是出身高知家庭，差点读博士放弃了。然后就很奇怪，他每一场都很烂，你总是对他期待。他刚才有点凡尔赛吹牛了，他暗示他以前讲的比较高级，大家回家才会笑。我没有，我洗澡的时候完全没笑。但是就很奇怪，别人同样是帅哥，那个子浩，他每一场都烂。当年他每一场都烂的时候，你心里毫无期待。骂两个人。他也是好像是去年吧，就突然脱胎换骨，然后好像什么那个经脉都打通了。然后我就特别肃然起敬。然后你是我一直还是很遗憾的，就是我心理上从来没放弃过你但是我跟你说，罗永浩老师才是 rapper， 是不是？我说话太狠了，你就是烂，我拿你怎么办？但是今天这个好到我想站起来，真的很不错啊，这次特别好，谢谢，所有的都好，就是我想象中的张俊是情绪状态、表演和内容的契合度，对，刁钻的角度什么所有的，就这会儿是不是就觉得那种吊儿郎当的劲儿，在这个内容上还都挺合适的？全对了，帅的要死。为什么以前很帅，没有帅的要死呢？我们不喜欢表演很烂的帅哥啊。对，但他一旦表演也全对了的时候，原来那个形象气质那一套痞帅的那些东西全对了，全出来了，期待全满了，是吧？非常高兴，特别高兴。到头了，祝贺张俊！哇，哎，终于，我觉得也是开花的感觉，因为每次张俊其实演的那个话题还有角度，都其实很厉害。就是因为那个角度差点东西，没人往那边想，对，他一直往那边想，后来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往那边想，然后，春春，你的感受？聊聊西湖醋鱼吧。是大家都不爱西湖醋鱼吗？对，
我还行。你喜欢吃吗？为什么呢？我觉得还行啊。我可以，而且我对西湖醋鱼有特别好的印象，因为小时候一个电影里面有西湖醋鱼，我就有特别多的，虽然我没怎么吃过，但我有特别多的幻想。那跟电影满意不满意？一个黑白电影，所以你就完全不管舌头的反应了，对吧？好像我就是因为联想那个之后，就一直觉得很好，但其实我自己好像并没有吃过太多次。我每但还行。次去杭州都吃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呀。你可是美食大省出来的，怎么会喜欢西？但杭州还有什么呢？骂人！偶像歌手，咱们别这么聊，别这么聊。杭州还有西湖美景盖世无双。不是西湖，杭州的那几样就是西湖醋鱼、大明湖畔、龙井虾仁儿、龙井虾仁可以。哎，但是西湖确实有，不是那个杭州确实吃的淡一些哈，就是确实是淡一点儿。还有你说美食还有什么是吧？油爆虾。油爆虾这就不少了，还有什么？大家那个不是上海菜吗？油爆虾不是上海菜吗？麦当劳，对，西湖，这杭州确实有麦当劳。不是，别硬撑了。我在杭州过了2年的生活。哦，对，您在这吃过吗？它肯定是知名的中国美食洼地，杭州人都承认，所以这个我们不用硬帮他。腌笃鲜很好。那上海的吧？哦，是上海的 ，sorry， 江浙。然后在杭州菜里，作为中国美食洼地的杭州，这个西湖醋鱼也是洼地上的一颗明珠。哇塞，就是真的，对，你是真喜欢吃对吧？对呀。哦，哇，这么吧？没有什么凹的，凹是什么意思呀？有人喜欢一种菜，怎么了呀？凹什么呀？尊重。不是我在想，他为什么能流传下来，是因为还是有尊老师这样人的存在。要不然应该灭绝了。没有，还有是因为它对我来说，小时候代表了一种富足的生活。小时候看电影里面就有特别胖太的一阔太太说啊，你点什么？我说我要点一条西湖醋鱼。说我一个人吃的话，1条不够吃，但2条又吃不了。然后实际上我说啊，他好有钱的，所以在我的印象中，它代表着某种富裕的生活。胖太太跟吃方便面是一样的哈，一杯吃不了，2盆太多了。对，就那个。好，让我们结束关于西湖醋鱼的这个话题。那不然聊什么？这一趴不就是聊这个味儿吗？我现在想问一下春春，对张俊这次的表演风格和文本的态度。我上一次看的时候，我其实就挺喜欢张俊的风格，我一直在试图总结那个风格，它是一种偏 Q 版漫画式的表演嘛。因为他的有一些神情，有一些停顿，有一些蹲的点，我甚至觉得他有的时候在我的眼中有点像芝麻街啊，所以我会觉得特别的亲切。还有，其实美食这个话题不好讲，因为美食是个特别个体的一个体验。我喜欢的，我就觉得就是好，那我就很怕别人说哦那个东西好难吃，就是那种就一种老外到中国说哦你们吃鸡脚吃松花蛋，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吓人。但很容易就讲成那个样子，但他讲的就非常的平等，就我平等的嘲笑一切我不喜欢的，一切是以我的喜欢，就是那种感觉，我觉得非常好，对，然后充满喜感，的确就有一种好像他突然脱胎换骨的感觉。对，张俊恭喜，哎，找到劲儿了，太棒了，谢谢。海源老师，作为编剧老师，觉得张俊今天的状态，我觉得这一组对决是我们非常适合讨论创作的这样的一组对决，因为他们的文本在我眼里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。很多演员大家表演的方式是从情绪出发的，但是他们俩不是，他们是纯靠他写作的东西，他的文本去传递他的想法，他甚至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微小的一个情绪一个想法，然后他要用这些东西去感染你，去说服你，其实是非常难的。你比如说有的梗，就我们在写梗的时候，可能有点跟打靶是一样的，就是你有可能打到1环2环，你的有的梗可能是打到9环10环，就是你打中了，观众都笑了。但是观众笑的那个意义可能是不一样的，就是可能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点点嫌弃谐音梗，用李诞以前的话说，因为它比较容易，它可能打出来的是1环2环，对，但是好的梗是会走出2环的。见惯了哦，对，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他们的文本，他们在我眼里就是8环9环10环，但是我看到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观众，包括我们的校友团，大家有在欣赏这样的文本、这样的表演，我其实非常的开心，极其的开心。谢谢，非常开心。好巧不巧，文本和特殊的表演风格
没想到2个人真就在这儿对上了。那么舒恒回到舞台，在孙书恒和张俊的表演结束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校友团给出来的票数，他们2个打的是平手，玄妙了啊！孙书恒、张俊他们的得票情况是。我其实此时此刻无所谓结果是啥，因为我演完之后，我就跟孙书恒对了一个眼神，然后我就 OK， 他就 OK， 然后我们俩都很开心，是最好的结果。哇，差得好近啊！非常的接近。首先恭喜孙书恒，276票顺利晋级，8分之差。张俊也非常好的成绩，268票，要稍微等待。高谢，特别的好，真好。各位，这场的表演到现在就全部结束了。目前毛阵营晋级的是4位演员，盾阵营晋级的是13组演员。目前盾阵营暂时领先。想来现场体验线下脱口秀的快乐吗？微信搜一搜效果，关注效果官方公众号小程序，超多演出等您来看。新一轮脱友全国巡演即将开启，打开效果小程序，关注你喜爱的演员，并许愿想看的城市，朋友们可能就会出现在你的身边。相信下场一定会更加精彩。